阳宅不许入，民宅也不许入，天王老子也不行。随着郎广围歼战和晋冀浙赣线胜利结束后，解放军下一站的进攻目标就是上海了。然而这次战役不仅没有像以往那样速战速决，而是在上海外围停了下来，做起了战士的培训工作。原来到目前为止，我军并没有多少接管大城市的经验，在解放南京后，这一短板就开始体现出来了。当时进入南京的部队还是怀着打地主的思想，竟然将总统府的地毯剪成了块状，拿来当毯子盖，甚至有的战士还将骡子、马这些牲口都牵进了总统花园，将好好的总统府弄得满地狼藉。对于战士们这种荒唐的行为，让两个野战军的领导深感不加以整训是不行了。如果再以这种姿态进入现代化都市的上海，不仅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，还会影响解放军的军队形象。所以在接下来1个月的整训中，总前委制定了入城3大公约和10大守则。当年在井冈山，我们搞了一个3项纪律6项注意，进上海啊，真的要搞了一个3大公约10大守则。我逐条都看过，很好。这个打天下呀，历来是3分军事，7分政治，很好，很好，的确很好啊。5大书记啊，4个很好。我们给总前委发一封最短的电报。3大公约和10大守则的严格规定，让战士们都收起了胜利后的放荡心理。特别是提到的进城后不能打枪，禁止进入民宅，无论是下雨还是生病也不例外。所有后勤保障都必须在郊外提前准备好，再送入市区。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解放军进入上海后，10万大军露宿街头，能轻而易举赢得上海民心的原因。毛主席说，进上海是中国革命的一大难关。难在哪里？上海是中国第1大城市和经济中心，要能在上海站住脚，必须要军政全胜。过了进上海这一关，全中国就是我们的。很快整训就结束了，总前委决定由第3野战军的粟裕统一指挥上海战役。为了不将这座繁华的都市打烂，总前委与中央军委反复研讨，一致决定采用前行夹击、外围决战的核心战术进攻上海。5月10日，第3野战军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，由第9、第10兵团各领4个军，共30万人，兵分2路，从浦东、浦西两翼迂回包抄，率先切断汤恩伯集团在吴淞口的海上退路，将敌军吸引到郊区展开决战，避免战火蔓延至市区，最大程度减少城市的破坏。而国民党这边也不甘示弱，早在4月26日，老蒋在离开西口后，就乘坐太康号军舰来到了上海，亲自策划和部署上海地区的防务。他命令汤恩伯将8个军的残部，共20万人，全部撒到上海外围，配合密密麻麻的防御工事以及仅存的海陆空防御体系，势必要在上海坚守半年，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，并且多次演讲叫嚣，扬言吴淞口外的英美军舰一定不会坐视不理。1949年5月12日，上海战役正式打响。战局刚开始，我军第10兵团按原计划向乐浦洋行推进时，却遭到了巨大的打击。这里是国民党淞沪防线的关键枢纽，遍布钢筋水泥地堡群以及壕沟跟陷阱，防御工事极为坚固。解放军战士在此遭遇顽强抵抗，战斗异常惨烈。每夺取一座地堡，竟然要伤亡100人，消灭敌军1个营，竟要付出1000人的代价。乐浦和刘航是进入吴淞口的西大门，我军想过汤恩伯会在此设防，但不曾想战斗竟会如此惨烈。敌军不仅凭借沿途的防御工事进行阻拦，还出动了飞机舰炮对我军进行打击。同时，为了加强乐浦、吴淞、刘航的防守力量，汤恩伯把原定防守浦西江湾地区的21军和99师也调到了吴淞地段。仅3天时间，我军西线主攻兵团就在此伤亡了8000多人。要知道3野整编时，一个军的兵力才35000人，其中还包括很多非战斗人员。现在短短3天时间就损失了1/4，真可谓是异常惨重。而第9兵团在浦东高桥也陷入了反复争夺的拉锯战。虽然我军在人数上占据了优势，但该地区水网众多，无法进战作业，因为到处都是泥潭水坑的原因，进攻此处部队的重炮一时之间还无法拉进来，再加上高桥地区太狭窄了，无法展开大兵团作战，也就发挥不出我军在人数上的优势。现在又失去了炮火的打击，我军只能被动挨打，因此我军在此地的伤亡也非常巨大，战斗一直焦灼，直到5月23日，特纵的重炮终于挪了进来，才堪堪压制住了敌军的火力，逐步控制了浦东的局面。在乐浦受挫的10兵团打了几天，司令员叶飞明白不能这样继续
续打下去了。面对敌军坚固的永备工事，强行猛攻已经起不到作用，最终决定采用老本行土工作业的方式慢慢掘进。因为淞沪水网众多的原因，采用这个方法非常吃力，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。最终到了5月19日，吴淞正面的乐浦和刘杭以及国际电台等阵地才相继被我军攻克。然而，打下上海外围后，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敌军退入上海市区，依托北岸的百老汇大厦和邮电大楼这些高层建筑拼命阻击。我军碍于不能使用重武器的缘故，伤亡成倍增加。有些看不下去的指挥员再也按耐不住了。我们开几炮就可以在四川路桥打开一个缺口，过了桥一直到头就是滩泊司令部啊！军长，我想不通，为什么不开炮？不开炮，我们的部队伤亡太大了。咱们是要资产阶级的大楼，还是要无产阶级的生命？27军军长聂凤智何尝不知道部队伤亡大呢？可上海居住有500万的人口，如果用上重武器攻城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那我现在问问你们，如果旁边的房子里住着你们老婆孩子，父母双亲，一颗炮弹落下来，会是什么样的后果？你们敢下开炮的命令吗？大家都低头看看，心口上写的啥？中国人民解放军，解放军是解放人民的。谁说大楼是资产阶级的？明天就是无产阶级的，上海就是我们的家。为了拿下邮电大楼，27军改变了战术，一部分发起正面佯攻，一部分则在夜间隐蔽强渡苏州河，绕到敌军背后，剩下的则开展劝降工作。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与政治攻势下，上海市区内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只能率残余部队投诚。5月25日夜，解放军攻克高桥，肃清浦东残敌。5月27日，随着最后一股国民党残部在杨树浦投降，上海全境正式解放。6月2日，解放军乘胜解放崇明岛，彻底肃清上海周边国民党军的残余势力。至此，历时16天的上海战役圆满结束。汤恩伯所谓的上海防线，比斯大林格勒还要强33%的钢铁防御阵地，仅半个月就被摧毁。上海战役的伟大不仅在于军事上的完胜，更在于解放军用铁的纪律赢得了上海人民的心，书写了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篇章。战役期间，全体指战员严格恪守入城纪律，即便忍饥挨饿、露宿街头，也绝不进入民宅惊扰百姓；即便战火纷飞，也全力保护工厂、学校、医院等公共设施，不损坏一草一木。当5月27日上海解放后，清晨的市民推开家门时，看到的是满街抱着枪支和依睡在马路两旁的解放军战士，他们满身尘土，却军纪严明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谢绝百姓的茶水与食物，吃着从郊外运来的冷饭干粮，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了人民军队的本色。上海的解放不仅是一座城市的新生，更是中国革命走向全面胜利的重要里程碑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守护人民、建设新中国的坚定决心，更昭示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正式到来。